这期影片一会给大家带来 Canva 最新推出的5个功能，这些功能都非常好用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这期影片。首先 Canva 的第一个新功能就是简报展示远程控制。是的，现在在展示简报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移动的设备去远程控制你的简报了。比如说现在我打开一个简报，我可以选择这个展示简报，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任何类型。今天我选择简报者检视画面，然后我选择展示简报。这个时候就有2个视窗，一个就是简报者视窗，一个就是观众的视窗。在简报者视窗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选项，你可以移动一下就可以选择下一个简报，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你展示的时间。基本上选择这3个点的标志，显示更多。这里我们找到第2个选项，分享遥控器，这边就可以让你从另一部装置里面远程控制简报。我们选择这个复制链接。这时候我打开观众视窗，我可以打开我手机的浏览器，然后在这里面输入刚才的网址，现在就可以看到就进入到了 Canva 简报展示的远程控制画面。这底下有2个按钮，就可以让我们控制简报的上页还有下页。比如说左边按钮就会进入到简报的上页，右边的按钮就进入到下一页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在上面就会 Magic Shortcuts。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效果，是喷洒彩的效果，第2个就是打鼓的效果，第3个就是闭幕的效果，第4个就是放下麦克风的效果，第5个就是泡泡的效果，第6个就是让大家安静的效果，第7个就是模糊的效果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，对你简报展示非常的有用。第2个新功能就是 Canva 最近推出了全新的矢量动态贴图元素。我们首先需要来到元素，因为这是刚刚推出的元素，所以需要输入这样的代码。然后你可以选择图像，然后选择右边的过滤器，在动画选项里面选择动画，然后选择套用。在底下这6个元素，再加上这2个元素，再加上这个 Canva 的标志，就是 Canva 最新推出的矢量动态元素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为什么它比较特别。比如说我选了这个元素，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你可以改它颜色，比如说我把它变蓝色，它就变成蓝色了。然后我可以任意的调整它大小，我可以把它变成非常的巨大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个元素它矢量的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扩大，它都不会失真，它的分辨率还是一样的，非常的清晰。例如说我选这个 Canva 标志，然后可以首先调整它颜色，比如说调整成这个水蓝色，然后可以调整它大小，把它变得非常大。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Canva 这标志还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它矢量的，它不会像其他元素一样，当你扩大的时候就变得非常模糊。第3个 Canva 新功能就是像 Canva 可以控制元素在画面里面出现和消失的时间了。大家在使用 Canva 剪辑影片的时候，都想要控制元素在画面里面出现和消失的时间。像 Canva 终于推出了这个新的功能。比如在这里我准备了一部影片，我想控制一下文字出现的时间。首先我选了这文字，然后点击这个显示更多，这里面可以找到显示时间选项。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轨道，我可以在这里先缩放它页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我可以调整一下，选择它显示的时间。比如说我想让这文字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才出现，我可以来播放一下。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在这个时间点就出现了。我们可以选择加入一个文字动画，选择文字，选择动画，例如选择板块移动，我们再来播放一下。现在这文字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，并且它有一个动态的效果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文字选择它出现的时间。我可以挪动这时间轴，例如说移动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，就可以看到这2个文字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，也可以给这文字加入一个动画，例如说选择线条出现，然后我们可以重新来播放一下。像多个元素同时控制它出现和消失的时间，你可以选择这些元素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底下会有不一样的标志。你可以点击这个标志，就可以看到这群组的元素它出现的时间线。你可以再点击这个标志，就变成这个群组的标志，你可以控制它。这样做的特点就是你可以看到使用你群组的元素，它出现和消失时间都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选择你是否要使用这个方法，并且这个功能是完全免费的，大家都可以使用。大家觉得目前介绍的3个 Canva 的新功能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这样不仅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期影片，并且对我频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。第4个 Canva 的新功能就是 Canva 新增加了颜色差距转场。比如说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份简报，我想在简报里面加入一个转场是可以的。比如说我选了这一页，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，这里没有选择新增转场，
然后可以找到这个颜色差距转场。这里面首先可以让你控制转场的长度，它默认是1秒，你可以把它增加，也可以把它缩短。我认为1秒是足够的。然后在底下就可以控制转场的方向，比如说这个就是往左边的方向，这里就是往右的方向，还有往上的方向，往下的方向，然后这些就是有带一点角度的方向。在底下就可以控制它颜色，你可以调整不同的颜色，比如说你有品牌颜色，你就可以加入你自己的品牌颜色。对于影片来说，也可以加入转场。如果我们想要添加转场，可以选择这个加号，然后选择新增转场。这里面可以找到颜色差距转场。同样的，你也可以控制它时间、它的方向，还有它的颜色。我们可以播放一下。最后一个颜色差距的转场。第5个 Canva 新功能就是应用程式搜索推荐。在 Canva 的首页上面有个选项就是发掘应用程式，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非常多 Canva 的应用程式。例如说这里会展示给你热门的一些 Canva 应用程式，比如说这个就是文字转图片，这个就是影音的功能。然后在上面你可以搜索应用程式，比如说在搜索栏里面输入 Auto， 这里面会自动推荐给你一些关于 Auto 的应用程式。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Auto 的一些相关应用程式，那么 Canva 就会通过这个功能推荐给你相关的应用程式，非常的方便。或者说我输入 QR， 就会推荐给你任何关于 QR 这个搜索关键字它的一些应用程式，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应用程式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，到目前为止这个功能只支持英文，如果你输入中文是没有办法体现出这个功能的。例如说我在应用程式里面输入 Color， 我可以搜索一下，这就展示给你所有关于颜色的搜索结果，所有的这些应用程式都是和颜色相关的。今天介绍的5个 Canva 的新的功能，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分享。这播放列表里面有更多关于 Canva 的教程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了解更多 Canva 的教程。如果想了解我最新动态，可以关注 IG。那么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